大班的天石高达，好久不见，甚是想念。确实是没有想到大班会在这个时候翻模个天石高达。不过对于得天使还是天石的问题，扯犊子的话也就不谈了。和厂家混得太深，果然没有什么好处。万代的天石高达发售于2021年，我忘了当时是 Steam 的剧场版确认企划时公布的，还是上海高达基地建成的时候公布的了。不过当时也确实是对这个外传机体没什么兴趣，后来也是心血来潮买了一个玩玩，还挺喜欢这个造型的。所以时至今日，我个人对于天石高达来说还是比较有兴趣的。不过万代天石本身定价就5000日元，零件也确实不少，但是因为是沿用自由 2.0 的板件，会剩下3大板的废件。大班天石的定价150元带突击背包，把废件是给取消了。但是如今万代天石一直处于一个不温不火的价格很低，全新的大概在220左右就可以拿下。背包的话，另外还有一个抱抱模型的翻模也可以选择，就导致大班的这个150很迷惑。唯一的优点就像我之前动态里提到的一样，把玩体验上大班反而比万代舒服一些。那么多的就不扯了，我们直接来评测最自由的模型。板件素质在之前的动态里就已经说明了，综合起来的话就是肉、油、弧、有飞边，部分细节还说得过去，整体一般的状态。观光模型的内容物包括天石高达的主体、突击背包、载人手和背包连接件、高高翻模的 MG 通用支架以及一小部分的废件。真的，他连万代后续的通用地台都不翻模，还他妈在用高高的，我不理解。顺带一提，也可能是我个人想多了啊。目前没有多少朋友去分享这一款模型，一方面可能是价格，另外一方面就是天石的受众确实比较一般。我在这个时间段买这一款模型，一方面是为了做视频，另一方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天石，并不是因为收了钱来掐流量的。这里再给各位展示一下我手中另外的4个万代天石高达，除了荧光配色我个人并不喜欢之外，剩下的基本上算是都买了，仅以此证明我只是单纯的喜欢天石。本期视频正好也是用万代的天石来做一下对比，二者之间的差距。首先来看一下头部，二者最明显的差距在于零件的棱角，大班有肉一些，同时在细节方面，比如头顶蓝色零件的刻线、天线的转折刻线、面颊红色的刻线，以及头部后方的刻线，大班要么是没有了，要么是肉的看不清了。雪铁龙的部分，大班的上面一条刻线是给做细了，下面一条的边缘还不太平整。在头部两侧出气口的部分，大班的刻线要粗一些，万代的这个会比较细。眼镜和节能系列贴纸，大班的要比万代的颜色深一些，反光效果也没有万代好。由于大班的红色眼眶对比万代是要窄一点的，所以眼镜最后呈现的效果，大班要更凶一些。在天线的部分，大班针对中间这两个也是有进行延长处理，观感上我个人感觉要比万代的短天线更好看一些。头部的可动仅仅是通过了脖子的球形关节进行实现。由于天石是变形机体，所以脖子下端的零件也能提升一点抬头可动，但是两侧的天线尺寸会比较大，最后整个头部的活动范围并不是太好。胸部二者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大班的驾驶舱舱门的开口笑，原本在我之前拍的那几个图片里吧比较明显，但是在录制视频中把玩这个缝好像稍微的还有点小了。打开舱盖，内部的驾驶员和驾驶舱的零件都是有的，细节上会比较一般，并且舱门的固定效果对比万代要松一些。黄色出气口的侧面细节刻画，大班其实是有，但是这个地方的刻线非常薄，不细看的话真的看不出来有这个细节。红色零件上方的刻线，大班呢也会更粗一些。下方万代原本是圆形刻线，大班是给翻模成了椭圆形。剩下的区别就是零件精度和细节的清晰度了。脖子后方以及胸部后方的推进器或者是出气口的盖板都是可以进行独立展开活动，推进器也是带有可动，但是这个部分没有提供填充零件，活动的时候会比较突兀。天石的胸部可动主要集中在了腰部，可动幅度还是比较可以的，包括弯腰和侧摆。腰部和胯部是柱形靠嘴进行连接，平转可动也是有的。但是在把玩的过程中，多次活动之后，大班后方的左右合零件会松脱，需要手动给它按回去，或者使用胶水进行加固。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对比，用我最近做过的万代天石2号机腰部把持力度做一个测试，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紧实，这么长的实体店，当前状态下也没有任何的影响。最后这个大概就是已经1年多的万代天石的腰部，已经是松的不像样子了。大班的这个也是刚拼完没2天，当前的紧实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甚至还有点紧。加装突击背包以后，在特定角度下还是可以自主站立的，加上 ABS 材质要厚实一些，活动手感上我个人感觉对比万代那种嘎吱嘎吱的材质要好上一些，就是不知道这个紧实度能坚持多长时间了。
天石的肩部算是一个比较很有，除了光束步枪，还有光束剑的武装，直接从步枪里边抽拉出来就可以了，安装上特效件即可使用。这个时候我感觉腰部的光束步枪也可以作为腰炮进行使用，至少这样看上去要比握持在手上舒服一些。在观感上，天石高达的小脚设计也许并不能被大多数玩家接受，如果没有这个脚部，只有这2个尖刺充当脚部的话，貌似也不是不行。虽然有点太鸡蛋里挑骨头了，腿部细节最大的区别就是小腿后方这一段刻线，大班比万代的要清晰一些，剩下的刻线细节都要肉很多，也算是整款模型里边唯一一个可以拿得出手和万代比一比的一条刻线，真的好寒酸呢。前面提到了胯部的演出关节，大班的相对来说还好，但是把玩也有一些松，需要加固。同时大腿的平转这个关节也是需要进行加固的，比较松，很容易掉下来。大腿一直到膝盖这个部分都是沿用了自由 2.0 的骨架，小腿是天石的新规部分，但是万代的这个部分设计了一个卡扣，固定效果是非常差的，几乎没有办法进行固定，活动的过程中很容易松脱。大班由于组合度的问题，对比万代会偏紧一些，这个地方只能说没有那么容易脱出，安装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咔的手感，也算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前端的白色零件安装会比较紧，需要消除一点。天石的脚部可动算是比较常规，但是由于比较小，加上角度限制以及后方零件的限制，整体的站立稳定性是很差的。那么主体部分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完成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天石高达的变形流程，来体验一下大班的变形是个什么状态。安装这些连接件以后，就可以展示 MA 形态。整体的流程算是步骤比较多，不过也还好。最后的 MA 形态也确实是比较帅。整个变形过程会有一些掉件，需要各位针对后面的学习建议参考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达成一个更好的把玩体验。虽说这个体验也不算太好，但是因为材质经得起折腾，怎么摆弄都是可以的，安全性会更多一些。最后的配件还有突击背包和高高的 MG 通用地台。通用地台就真的不想再多说了，质感很差，好在实用性也还可以。至于突击背包，之前我们做过一款抱抱模型翻模的，当时是卖80元，现在的话差不多58左右。大班的背包和这个整体的质量没差啥，最多就是大班的组合度可能会更好一些。而且老实说，突击背包这个造型，我个人感觉和天石高达不是太搭配，甚至和 C 的系列大多数机体都不太搭配，造型比较尴尬。这要是放在模组盒上，可能更合理一些。天石对我个人来说，总感觉没有那么多尖刺，正常安装以及把玩的话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背包的机械臂拥有多个活动角度，也是可以提升更好的把玩空间。就是大班这几个机翼基本上都是歪的，然后我还看了一眼抱抱模型的那个，也都是歪的，真的就是卧龙凤雏啊！哎，等会儿你俩他妈不会是一家吧？那么到此为止，这一款大班翻模的 MG 天石高达带突击背包也就介绍完成了。按照我的标准的话，部分关节把玩松垮、掉件、细节刻线比较肉，组合度偏紧，飞边比较多，给的高高地台会糊弄人，150元的定价纯傻逼。当然，以上这些都是缺点，而这一款模型的优点在于，塑料材质厚实，对于